你醒了，我还担心自己来得太早呢，想不到是来晚了，你都收拾好了。看起来是比前几天精神多了，还有没有哪里不舒服？125床，这是你的出院小结，恢复得很好。艾莉亚她去看病了，在你们离开之前，应该都不会回来。不能在这里，只有赫拉尔德小镇北边那家医院才行。就和他父亲一样。总之，出院材料都在这儿，你们收拾好就能离开了。你刚才说艾莉亚护士，她已经头疼很多天了吗？125床，这是今晚的药。药呢？哦，这样啊，是我弄错了。哦，对了，你一会儿记得去一下医生办公室，医生说要检查一下恢复情况。这样。不好意思啊，我最近有些……不用，我只是没睡好。啊，对，只是没睡好。要去小镇北边医院看的病吗？听说过，那医院地处山区，隔着雪林，从小镇过去很不方便。而且镇上的人对那里的情感好像很复杂，像是有点害怕，但又有点感恩。就好像要是没有那家医院，这里就会出什么大乱子。应该不是一般的头疼。其实，我这段时间在小镇上，也见过一些有类似症状的居民。其中一位说他要去位于小镇北方的克罗斯医院看病，那家医院有治疗这类症状的方法。然而怪异的是，他离开后，就再也没有出现过。几年前，我在首都周边一座小城市执行任务，见过相似的症状。
任务和一家药厂有关。当初我们解救了一批受试者，初期症状也是头疼和反应迟钝，发展到后期神智会开始溃散，渐渐变得像傀儡一样。因为没查到药剂原料来源，也就没找到能让他们恢复的办法。那些人的症状一直在加深。我用地下医生的身份调查到，镇上有个叫做暗营的组织，和克罗斯医院往来很密切。暗营主要捕猎一种爬行生物，而当年药厂提炼原料用的，刚好也是某种爬行生物。目前已经基本可以确认，这两件事之间有关联。除了和旧案之间的关系，暗营的首领，行事风格好像也有些熟悉。我可能还要留下调查几天，这次不能一起回去了。明天我送你去机场。是，可是……那你要答应我，一直在我身边，让我随时能确认你的安全。啊？啊，没什么，就是我忽然想起个事情，得先和你说一声。之前来这里，我都是和老板说，说我是来给女朋友买吃的。不过你放心，发现老板可能出现症状之后，我给你带的其实都是另外一家的食物。对，我想表现得自然一些嘛，就说是和女朋友来旅游。结果你，我是说，女朋友意外住院了，所以对不起。啊？哦。走吧。是你啊，年轻人。今天也来给女……这位是我女朋友。前几天她住院时吃不惯这里的菜，幸亏您店里的饭菜合口。哦，好的。前几天，对，你们之前点的是什么来着？招牌的鱼香肉丝，还有最家常的番茄炒蛋。啊，对，番茄炒肉丝。您已经头疼好些天了吧？不去医院看看吗？这里离医院不算远，去看病应该挺方便的，闭店1下午就足够了。
这家医院不行，我这情况只有北边那家医院才能处理。你不明白，哎，等不得不去的时候，我会去的。毕竟这是唯一的出路。北边那家医院确实算不上便利，那您注意休息。医院能晚一天去就晚一天吧。但同时，他们又都有些抗拒，好像对这种病症很恐惧。真见鬼，他被神罚了！前几天不还好好的吗？哎呀，这样了还开什么店？这不是害人吗？你们是外乡人？啊，我是个医生，准备来这里开一家小型卫生所，但才来了几天，我的助手就不太舒服。我给他开了对症的药，可好几天了还是没有缓解。刚才我们发现这家老板的症状和他有点像，你们是不是知道什么？哎呀，年轻人，我劝你离他远些吧。这神罚，不去克罗斯医院接受度化的话，可是要影响别人的。没有不去这种选择，人一旦被降了神罚，那就是唯一的归宿。早点去吧，去了就能永远不回来，再也不用担心波及到身边的人了。永远不回来？你们知道这话是什么意思吗？外乡人可别不信邪，以前克罗斯医院不管这些，那些神罚之人神志不清，都在街上到处游荡，整个小镇到处都是，乱的人没法活。尤其是住在北面山坡那几个，全家人都连带着被神罚。哎呀，那时候的赫拉尔德简直是个地狱。好在10多年前，突然有一对克罗斯医院的医生来镇上把那些人带走了，日子这才恢复太平。是啊，后来医院把那些人都给度化了，还愿意长期帮助被神罚的人，只要去那儿就能得以度化。也就是说，这10几年，镇上源源不断有人去克罗斯医院接受度化，然后再也不回来。是啊，这也没办法，总好过跟当年一样，一个人连累一家子。小姑娘，记得早点去啊，要拖得久了，变得人不人鬼不鬼的，可得吃更多苦头了。如果只是神罚和度化这些字眼，在斯沃尔特倒也不稀奇。可是一定要去克罗斯医院，在信仰中出现不该出现的科学因素，更有可能是被人为灌输的。这边雪特别深，当心脚下。附近的其他建筑物都可以排除，只可能是它。那边的金流塔可能和内部某些反应府相关联，进行聚合反应，这些在药物研究领域很常见。我们进去吧，还按医生和助理的身份行动，尽可能向医护和病人们打探些信息。
你们来晚了，天快暗了，医生们该忙今天的度化了。那边可以自己登记，写上名字就能排队等着度化了。我今天再差一点就能排上了，可惜还得熬到明天。你们现在才来，大概还得等上几天。几天？对，还要几天？啊，我来了几天了？如果这里真的在进行非法研究，这些很可能是他们的人体实验对象。走，跟过去看看。我先过去看一下，你注意隐蔽。他们最后进了一条秘密通道，入口处有个特殊机关。门口有人指挥，我没法靠太近，看不清具体操作。清醒，而且我见过他，他以前是个很有名的国际特工。他叫雷克斯。当年在国际特工学院赛上获过不少奖。那时候我们还没到能参赛的年纪，但我们这届有不少人都很崇拜他。我先声明，这个不少人里可没有我，我得过的名次不比他低的。可能性很大。之前我隐约觉得他们的行动方式和雷克斯当年的队伍相似。见到他之后，再回想那些细节，基本可以确定是他。虽然还不知道他在这儿的原因，但如果他真的站在对立面，应该不好对付。你……好，不过现在还不能确定触发机关会不会引起对方注意。在我进入密道前，我们最好先不要分开。机关的操作比想象中容易，不过启动机关时，两边的人会被同步旋转送入密道。
如果你和我一起启动机关，可能就退不回来了。看来医生只是个幌子，晚上在这里做研发，才是他们真正的工作。外观相似度很高，雷克斯在两边游走，果然是在输送这些。来这边。该停手了。攻击迅猛，但每个动作都标准到刻板。果然是这个装置在操控它。不完全一样，这个人几乎被清除了所有意识，但那些研究员还有自主思考能力。还有程度更轻的，我之前注意到雷克斯手上也有这种装置，但他明显处于清醒状态，或者说，他也是其中一个试验对象吧。你瞧这人摘掉装置之后的状态，是不是有点眼熟？应该很大一部分都是。不过镇上居民受教育程度不高，研究员的来源应该还有其他途径。小镇上这些估计大多成了巡逻守卫，可能有部分会成为研究助手。按照他们所说，克罗斯医院并不是一开始就收治这些神罚者的，可能在最初的计划里，试验体的来源并不是这些小镇居民，他们被卷进来也是一场意外。可能是污染。那些被神罚的居民，可能是被废气中混杂的微量毒性影响，日复一日，积少成多。不过，直到他们来医院前，症状都还不算太严重。可到了医院后，这里的医生会给他们用更多药，迅速击溃他们的神智，让他们在痛苦中期盼着被度化，自愿被带来这里，成为试验对象。所以他们这么做，一半是为了灭口，还有一半，大概是背后的人忽然觉得这也是一条很便利的渠道，
赫拉尔德小镇不属于任何贵族封地，平时疏于管理，居民的认知程度也堪称落后。只是稍稍篡改他们的神学传说，就能神不知鬼不觉的，让人自投罗网。之前调查中，我发觉暗营那些人手段了得，身怀绝技，但都生人勿近。他们恐怕就是这批傀儡的高阶版本。按这个方向继续推进，这样的队伍会是很好的兵器。他们没有神智，没有思绪，就像是敢死队，甚至比任何雇佣兵还要容易操控。不能确定，雷克斯这人虽然没多大正义感，但也不像只在乎金钱的。先想办法找到他吧。是之前任务中有过交流的一个组织，我和他们的首领也算志同道合。不过如果没有充分证据，他们也不能贸然进入。我们现在见到的这些，足够让他们有理由行动了。研究所内部屏蔽了信号，得想办法去户外发送。算是吧。当初查封药厂的案子里，我和那些获救的受试者有过短暂的接触。他们原本都是有亲人、有朋友、有爱人的普通人，但那以后都活得像是行尸走肉。这件事找不到后续，档案也被暂时封存，后来我就没再见过他们。但听说他们的症状一直在恶化，如果能早一天找到线索，至少能多一分希望。走吧，我定位到雷克斯的大致方位了。这里巡逻守卫的位置分布很不合理，刚进来时还很多，到深处却越来越少。以雷克斯的能力，不会在排布上出现这种低级错误。这样反常，只能说明他和背后主谋的利益并不一致。这样安排，他可能是想掩人耳目的寻找、调查些什么。那么他所在的位置，应该就在守卫分布最薄弱的方向。我会火力掩护你下楼，你需要用最快的速度赶到对面。放心，我自有办法。那就靠你了。
我会先击碎入口处守卫的控制装置，然后往反方向开枪。距离最近的傀儡守卫会短暂被吸引注意力，你趁这个时间上爬梯。先藏身到平台以下，再找机会发讯息。我都编辑好了，按下发送就好。做完这些，就以最快的速度下楼，其他都交给我。好，3、2、1。你们晚了一步。往哪儿看呢？这样才对。你的对手在这里，目标也只能在这里。你只要朝目的地前进就好，我不会让任何人记住你。就凭几个傀儡，也想牵制我？有些人未免也太狂妄了。该结束了。跳！没事吧？小心！小子，这时候把枪收起来，可不是明智的选择。明不明智，轮不到你来操心。雷克斯，离开特工队伍才几年，格斗术生疏不少啊。你说什么？哼，我说是谁这么嚣张？原来是个特工。斯沃尔特不会让国外的特工正大光明的在自家地盘上行动。你能跑来这里，也只能是一个人吧？哦不，是2个人，不然你连最外面的机关都启动不了。少废话！
另外一个家伙还不敢现身，该不会是个根本没参加过训练的普通人吧？不得不说，你们真是勇气可嘉。我承认你格斗技法还不错，但也就勉强能打个1对1，不是吧？原来是你，夏夜，那个满脸天真的毛小子。难怪能突入到这里来，我就说这群废物再怎么废，这么密集的数量，也不该连个人都拦不住。前几天那个在打探暗营的医生，也是你吧？还想先把那个失控的废物研究助手给解决了，再去料理你呢。想不到，来得挺快呀。既然知道是我，你应该也知道我调查到哪一步了。这里发生的一切，你和你背后的人，都不会逃脱制裁。夏夜，你还是和当年一样天真又单纯。我早说了，你根本不适合做特工。知道我是怎么认出你的吗？因为你刚才救那个废物的样子，和你当年非要救人质，结果自己受伤的时候一样蠢。你也和当年一样，自视甚高，实际软弱无能。你别得意，这里是斯瓦尔特，他们的警察特工都不会来管赫拉尔德镇上的事。你就是个孤立无援的外国特工，讲什么制裁不制裁？果然啊，没受过苦的小孩，过去多少年也还和以前一样天真可笑。雷克斯，你知道做这些事意味着什么吗？我当然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反倒是你，这么多年了，你竟然一点长进都没有，满怀一腔热血，天真又莽撞，还跟个没经历过实战的学员小子似的。哼，如果你所谓的长进是指漠视人性，将他人性命视作草芥，这样的成长，只能被称为堕落。看来你这几年过得一帆风顺了，没被战友出卖过，也没被人质反手攻击过吧？伤痛、病痛，大概也都没有。你当然不会理解我们这些见识过黑暗的人，不知道这个世界本来就是地狱。还真是物以类聚啊，小子！你身边都是这样的人，也难怪你还是老样子。
雷克斯，你和你背后的人并不一条心，所以巡逻守卫才会都被安排在无关紧要的位置。你跟他们合作，是因为你自己的病吧？你什么时候发现的？刚才交手的时候我都看见了，你藏在袖子里的瘢痕和关节处的异常突出，都是很明显的基因病症。是，我就是为了这里的药，它是我好不容易找到的，唯一能对付我的病的东西。要不是当年任务期间突然发病，我也不会沦落到现在这样。每次发作起来都会全身剧痛，只能依赖那些恶心的带有剧毒的蜥蜴组成的药。所以你为了长期拿到药，干脆加入这里，和你背后的人一起运转这座吃人的工厂。因为自己患病，就这样漠视他人的生命，那又怎么样？拖着病的福，我没有变成和他们一样的废物，这对我百利而无一害呀。至于他们这些人，他们是那么愚蠢，只能听明白小镇上那些虚无缥缈的神和魔，稍微一吓唬，就能乖乖束手就擒。想不想看看你口中这么重要的他人，最真实丑陋的样子？啊，看来你们认识啊。那你们知不知道，眼前这个研究助手，刚好是这女孩的父亲。他已经被阻断了所有情绪，就连亲生女儿也下得去手。你看，真实的世界就是这么无聊，谈什么正义不正义？当人被痛苦包围，看不到明天的时候，为了自己，做什么都是应该的。自以为是。他们是人，不是你的药引。又来。没错，雷克斯。只有自愿成为恶魔的人，才会身在地狱。你们真的以为他会控制住自己？看到了吗？这里的装置可不会允许他脱离掌控。你们所谓的人间真情，是这么轻而易举就能被打破的东西。刚才这台电脑闪了一下，应该是它检测到情绪波动，自动加强了操控。只要能破解控制系统，别挣扎了，没有最高领导的授权，你控制不了这些。找到了。什么？怎么可能？药剂的研究报告和解药配方。你居然能破解到这一步！不过反正那也只是个理论上的配方，这里从来也没人制作过什么解药。而且，看你的表情，应该已经发现了。
这些材料都太容易获得了，明显都不是最有效的成分。而且你看最后，恶魔的灵魂。是他的血，他的血清中很可能含有特异性抗体，如果注射到患者体内，说不定能实现被动免疫。这些药材常规实验室里都会有，我们走。还是先让他保持清醒吧。最后的成分是他的血，这还只是我们的推论。万一错了，我们还得想办法从他嘴里撬出真相。颜色不是最合适的，不过试试吧，总比现在这样好。这样正好。好了，下一步该你了。怎么了？是不是有些吓到了？在为雷克斯说的那些话生气？从他说这些开始，你的表情就不太好。放心，我和他不一样，因为从很久以前就一直有人为我掌灯。就算有一天真的陷入迷雾构筑的森林，我也会看着前方的灯光，找回我自己。正好2支针筒的量，我们1人1支。到时候我给那个研究助手注射，艾莉亚就交给你了。好，我们这就回去。
小姐，是你？比刚才好多了。你怎么……啊，父亲！太后，很意外，想不到牢笼的锁扣其实早就打开了吧？而且是你们亲手打开的。你以为你们只是解除了这个废物手上的控制装置？哦，确实是解除了，解除了所有控制装置，包括我的，还有这座研究所大大小小的牢房。我当然也就可以自由的来围观你们下地狱了。这位小姐是不是在想，既然我那时候就可以自由行动，为什么你们还能这么顺利的做出解药，甚至还成功给这两个废物注射了？唉，很简单，因为恶魔的爱好就是看着自以为得到希望的人掉进真正的深渊。看即将成为亡灵的愚蠢之人是怎么主动离开唯一能让他真正度化的方舟，也看看坚信着正义和真情的天真小特工被辛苦救下的人伤害，会不会绝望的想哭？解锁的同时会触发自毁，所以小子，你还得感谢自己启动了它。反正这里马上就会被炸成一片火海，你不用痛苦太久。真以为这一切会像你想的那样结束？把自毁系统和牢房门锁挂钩，你们还真以为自己是可以肆意玩弄他人的神灵？不觉得很有趣吗？在最后的时刻，以为自己得到了救赎，然后被烈火带进真正的炼狱。这些废物都已经很久没体会过什么叫情绪了，在真正被度化之前，感受一次最强烈的大喜大悲。他们也不枉此生了，不是吗？自以为是，你以为人一旦获得过希望，还会被动的等待被毁灭？能解救所有人的机关，明明就在这附近。你在说什么？还是没那么懂人性。人只要看到过一线希望，就有把握住它的可能性。
机会跑。雷克斯，你……这里完全屏蔽了信号，你们进来以后不会有机会往外传递信息。从主楼过来的时候，不可能，那里守卫密集，他要忙着射击，没机会发信息。你，哼，一个没经过特殊训练的人，在那种时候怎么可能分心做这些？口气不小啊，但他现在这副德行，你以为你们还能做什么？能做什么？你可以自己看看。你竟然还能动！小姐，我们去哪里？那你呢？你那边怎么样？太好了。打扰两位一下，你们别急着庆祝啊！听，这里就要爆炸了。不过，这位小姐，我可以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之前就说了，那个愚蠢的小废物离开的是唯一能让他真正度化的方舟。就是这个，你现在绑住我的地方，可是台核心实验仪器。不过它现在最有用的应该是防爆功能。啊，对，看我这记性，又忘了你们是两个人。不过你看那小子现在这个样子，就这么被炸死，说不定还是种解脱。怎么样，要不要过来？我不介意让出这个位置。
里很快就会爆炸，你知道，带着我可能来不。枪在我，要小心。你不能留在这里。我会保护你，我会。你有没有摔倒？声音。熟悉和温暖的声音，是你吗？你在这里，我有没有保护好你？不怕，我们回家。
能回家。走吧，我们回家。我们回家。想，是你在黑暗里带来红光。你怎么出来了？脚上的伤怎么样？放心，我给他注射了解药，已经没事了。放心，我是以个人名义来的。幸好赶过来了，夏燕当时的情况，不了解她的医生不好处理。当然，你去了，她会很开心的。她被注射的药剂浓度太高，虽然毒性已经都清除了，但还有些低烧。危险，要带你离开。的确有些细节不充分，但多亏你第一时间把配方和血样拿出来，我才能这么快改进出最终解药。不然再多花时间，对夏燕身体的损耗就太大了。现在有了解药，从研究所营救的受害人都有希望康复，那桩旧案里的也是。
你是说那个护士吧？我给他们做了检查，也补充了新药。他父亲情况严重一点，恢复需要时间。至于他本人，你们注射的很及时，已经没什么大问题了。活着呢，听说被找到的时候，他还在埋怨你把他绑得太紧，连自杀的机会都没给他留。当然，现在夏燕这里情况稳定了，我也要先去和他们配合做详细调查。等他养好伤，看他自己的决定吧。现在他的首要任务就是养伤，等他醒了记得告诉他，别急着过来凑热闹。有没有伤到哪里？其实是我被你带回来了才对。那时候，我整个人迷迷糊糊的，好像灵魂被困住，被丢进大雾里找不到出口。但我还能听到你在呼唤，看到你为我掌灯，是因为你守住了我的灵魂，我才能平安归来。我一直都能听见，不只是这一次。如果前方没有灯，向黑暗低头的人太容易失去方向，就像雷克斯那样。我真的好幸运，因为我的世界里一直有一束光。哎，什么时候接通的？你是不是看我在这傻站好久了？哦，刚刚是在看航班信息，机场突然通知非魏明市的航班可能都要延误，好像是目的地的天气原因。哎，魏明市是不是在下暴雨啊？你到家了吗？那就好。这次在斯沃尔特出了这么多事，你最近还是要注意休息，别太累了。我？哦，我还好了，注射解药之后很快就彻底康复了，完全不影响后续调查。脸色不好？没有吧？可能是光线的问题。唉，好吧，我承认体力还没有完全恢复。最近调查强度大，确实有点累。不过你放心，我没有逞强，觉得累的时候我都及时休息了，也没有别的不舒服。而且调查也很顺利，我们已经通过留存下来的线索追查到了研究所背后的人。后来又找到了更多有力的证据，那些人都会得到应有的惩罚。哦，回来之前我去看过那些正在接受治疗的受害者，虽然每个人情况不同，不过大家都在慢慢恢复。哦，对了，艾利亚护士还托我给你带了礼物呢，回来以后我找机会带给你。嗯，听杨笑说旧案那边进展也很顺利。唉，这么多年，这件事终于真正结束了。是啊，太好了。
嗯嗯，是有点困了。等上了飞机，我要好好睡一觉。好，你也早点休息。明天早上我应该就回来了。我们魏明市见。